欢的空间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有种大家在里面越来越开心，越来越脑中很多词汇跟画面都被拿走了。就是我现在开始变得有点越来越脑空，就是已经没有办法再想什么了。其实做水晶排列，找我单独做个案的人，认识我很久的，他们才会来做这个，因为他可能也需要某一个程度的自我觉察，就是他会发现说自己有某些行为状态或模式是他没有办法改变或前进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有点像是你用水晶的频率跟能量，让这个人可以更顺畅的去做这个改变。这个水晶排列是你也有在开课嘛，对不对？就是大家可以学了自己回去做的，对不对？对，我开课的话，就是主要是在教说水晶怎么发挥作用，他们可以做到什么事情。就水晶有频率跟能量，可是它其实是需要技术来专门运作这个能量的，不然的话，就是你好像知道说这个类型的矿石可以带来平静，可是就是摆在那边或者是握在手里而已，就是你不知道要怎么把这个能量引导到你希望改变的频率或能量上面。水晶排列是有点像是一个魔法阵那样子，就是让那几颗同时发挥一个很强的作用，就是不同的水晶组织起来，然后变成一个否某个状况的频率这样子。但是操作起来其实非常简单啊，就是比如说你想让你的睡觉的空间是很安全或很安心，或你可以感觉到被保护的，类似这样子，就好像你走进 KTV 还没唱歌，你就会觉得这个空间有点黏黏的，那个就是那个空间残留的能量。所以大家以后去包厢之前可以先自己水晶先排一排，亲一下，对，等一下唱歌的时候比较开心，这样比较清爽。或者是说有些办公室的气氛就是很沉闷有些就很活泼，然后你去不同朋友家里，你也会有那种感觉。可是因为你如果要排列公共空间，只有主事者可以排列，是像是谁？就是这个空间的大头或老板是谁，因为他是有权利决定这个地方的氛围，或者他想创造出怎样能量的人老板邀你来这边做，对啊，才行。就比如说你自己学会，你也不可以，比如说觉得我爸妈家能量好差，我就用这个排列去改他家的能量，没办法，这在运作的道理上是不对的，那又不是你的空间。还是改变得了，可是是不对的。对，技术上改变得了，但是不对，这就很像你经过的时候就觉得你留着头发长度不对，然后直接剪短，直接剪成短发，这妆好丑吗？卸掉重画，是类似的道理。所以就是你有这个技术，可是你不可以去做这个道义范围以外的事。那如果你经过询问得到同意之后，对啊，你就要去取得同意啊，你就可以做啊。他们说好啊，那就可以。好啊，对啊。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吧。好啊，对，乔治今天也有带水晶来帮我们示范。那你想要示范的是改变空间的能量吗？我们就依照那个你挑选的顺序，然后我们就是要净化这个空间，等于挑这个东西让你挑，但后面的步骤我来完成它。我挑的这几颗，它的功用是什么，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帮助？那一定是你感觉到现在的东西，然后是跟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的频率是有关的。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你对净化的概念是什么。是什么？因为你第一颗挑的就是专门用来做净化的。其实我只知道它，其他我都不知道。其他这几颗全部都是跟原生家庭议题有关的。那为什么会挑这些？明明是要净化空间，结果却选了跟自己有关的吗？是这样？就是当空间有很多情绪或很脏的时候，特别容易跟你呼应的，会勾起你的跟这些频率共振的，就是跟这些有关的议题，就是跟原生家庭有关的一些议题，会让你很容易被刺激到，所以你就选择了用跟这些相关的东西来平衡这个能量。好有趣。然后里面也不太有那种安慰系的能量。什么意思？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习惯去行使你的能量的方式，就不是温柔的或温和的。这样子就看得出来，你使用能量的方式就是强效的，就你也喜欢这样子的疗法，然后你也喜欢去行使能量的时候用的是一个有效果的或有力量的，就你不相信那种柔软的或化于无形的能量。好准哦！因为就是你使用能量的惯性就是这样，就是他们都是比较像是那种比较有力量型的运作能量的方式。那你有觉得现在在这个空间有不一样？我觉得有微微的回来。我觉得有种
对，耳鸣的感觉，对，有点开心，变得比较嗨。因为你刚才没有设定很多嘛，所以它一定会跟很多你很原始的信念，就是你对一个空间的期待，它一定会被放进去。就是你喜欢的空间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有种大家在里面越来越开心，越来越开心。而且我有观察到我的那个脑中很多词汇跟画面都被拿走，就是我现在开始变得有点越来越脑空，就是已经没有办法再想什么了，被强制的移除。就是我现在就是变得有点傻傻的开心感觉。所以我是一个希望空间是这样子的人。你希望对你来讲那样的空间就是一个很棒的空间。对，就是可以放空，然后这样哈哈哈哈。对啊，就是你对空间的概念就会反映在这个能量上，你创造出来的这个能量场上面。那如果说我一开始有下比较详细的、更明确的指令，就不会是让它一个自由发挥的状态。它现在也不算是自由发挥啊，它就是依照你的信念在创造这样的能量。好有趣哦！那你讲一下每一颗是它的功用是什么好了。可是它每一颗都有非常多功用，而且如果你要排这种排列的话，我自己的流派我是没有在管它那一颗在讲什么。有一些水晶排列的流派是我们现在要来治疗家族创伤，全部都只能选带有那些意义的矿石，但我是完全没有，因为我会觉得有某些东西可能你的脑袋认为是这样，可实际上去平衡能量可能是你意想不到的，所以我就会觉得你就是抽掉这些意义，然后让你的灵魂去做主。对，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看，就是现在外面跟里面的空间，好，体感上有没有不一样？好，然后一回来就有呵呵呵的感觉。因为我太久没开冷气，大家缺氧。有真的有就是这边的气氛现在变得比较松。然后出去就有一种要做正事的。就是其实你实验到后来，你会发现，那其实跟那个空间的温度或气味没有关系。就是那个空间的频率，就是长久以来都是那样，所以它就是你一进来就马上会被调到那个状态。就比如说你在你家时常从你自己家去改变你自己做的那一格的频率。也可以它久了那一块就是会特别不一样。能量是可以远距的，这样，所以我只要设定我的意念是我现在要处理的是那边。那我再来排一个。对，你实验看看。我就是清理净化这个空间。现在还不干净吗？我觉得它没有到很干净。对，没有到很干净。但是有比开始做之前干净。没有到很干净，只是多了一个呵呵呵的感觉。但那呵呵呵的感觉真的很明显。是你看，就是如果你很长时间待在某个环境里，它就是真的会对你造成影响。就你不做什么，你也不看不听，但你还是会被影响。排成怎么样不同的阵是有什么样的差别吗？因为我看你 PO 的照片都是比较有一个特别的。因为能量在运作的时候，它的轨道或形状，就是自然界中会出现的轨道或形状，圆形、螺旋形、放射状，或是正方形、长方形，基本上就是随着你的感觉。比较传统的水晶排列，它会要求说，你现在要排这个东西，那你要选的那个排的图形要跟这个有象征上的关联。那你觉得真的有差吗？如果那个象征对你来讲非常有 feel 的话，会有差。但如果就是它对你来说没 feel 的话，就没有差。你就会变成只是照着摆而已。意念真的很重要。意念很重要。其实你像什么魔法仪式、宗教仪式或魔法仪式，那些很复杂的东西，都是借由这个过程或什么去建立你对这个东西的意念越来越专注，越来越相信，然后越来越投注更多，然后它就会发生很强烈的作用。所以我就算今天我没有矿石，我就只是一个人坐在这边，然后我想着我要净化这个空间，也是可以办到的。可以办到，但它就是一定会消耗你自己的频率跟能量，它不见得是一件好事。那所以我们用水晶的话，就是可以借由水晶的能量，我不需要用我自己的能量去。或者是说你去学灵气，你去学什么，就是因为你可以接引另外一个能量来做能量方面的工作，不要用你自己的。
水晶这样子使用，是不是也是偶尔使用完要去净化它，跟让它补充能量嘛，对不对？一般来说要，但我使用的这个技术是完全不用。它一边用的时候，它们就会一边净化。你没有觉得开启了之后，水晶变越来越亮？而且我已经觉得变轻了。我觉得就是视线跟听觉都有变清晰。就原本其实还有一点重重的感觉，现在有轻了。我设定的是把它轻到一个这个空间完全没有影响到你，就是你原本是怎样，你待在这个空间就是怎样，所以就是不属于你的跟这个空间的都被清掉。这真的没有办法，就是在画面上呈现，对不对？这是一个体感呢，这是一个体感呢。对，我是想说，这个没有办法呈现，没有办法。可是我们没有在骗人哦，我们没有在做节目效果，是真的。刚刚我们聊一聊，然后出去再回来，就先感觉到那个很沉重的混杂的感觉，然后到我排了之后变成哈哈哈的感觉，可是还是有点重重的。然后到你现在排完是整个就是很轻，然后很清爽，然后感觉好像开了空气清净机那种感觉一样。我觉得那个体感就是很明显，就是你好像听得更清楚，看得更清楚。对。然后想东西也没有任何东西卡住你。简单吧？你看什么都没有做，只有点一个蜡烛。你也完全没有教我什么我就这样就可以没有啦，因为我帮你做完后面的部分，就是如何去启动它，或者是让他们开始运作。所以你是怎么启动它跟让它开始运作？就是用想的就好了。所以我们也可以自己想。原理上来说好像是可以啦，就是如果你不相信这个东西，你那个意念出去的就会没有那么有效果啊。就像你真的很想要一个东西，它就会真的发生在你的现实中。你就会遇到什么样类型的人，或是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我发现我还蛮不太能使用吸引力法则，因为我每次如果真的很用力的想要去显化什么东西的时候，这就绝对不会发生。我如果是想反方向的，比如想不好的，或者想着它这件事一定不会发生，然后它就会发生。没有啊，那这很明显就是这才是你的信念啊。你的意思说，我相信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我相信我不相信的事情就会发生，所以这是一个可以被处理的信念。如果它真的是完全没有作用的话，那你讲的它也不会往相反的方向发生。它还是发生了，而且是照着你希望的。所以我是应该要调整一下这些。这就是一个可以被调整的信念。那这样子的话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调整？比如说如果去挖掘或咨商的话，可能就是会去找到这个根源，说为什么你会有这种不信任感，或者你为什么会去相信相反的事情才会。然后比如说像水晶排列的话，它可能也可以去平衡掉你的这个想法，然后你可能会不知不觉就改变了。但是因为你已经有很明确的发现自己有这个想法跟状态，所以如果你去做排列，它可以非常精准的去平衡这个区块的能量。我每个月都会有一个满月好好睡，就是满月的时候，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个状态，但现在好像有蛮多人会在满月的时候发现自己失眠或情绪的波动很大，然后我自己也是，但我觉得不觉得自己有这个状态的人，也很有可能只是没观察到。我也是很偶然的观察到，就是有几次特别情绪波动非常不好，然后我才发现，今天是满月。我是经历了好几次才发现，我以为这是随机的，结果没有想到它是因为大自然的运作，然后它就是会引起你生理上或情绪上一些反应。所以基本上每个人都会被影响到，只是你有没有觉察到而已。对，就是满月会对人的情绪跟身体带来一些波动这样子。所以有的人的状况可能是会睡不好，有人可能是情绪起伏特别大，还会有什么？其实就跟他那一次满月走进哪一个星座也会有关系啊。他会带有那个频率跟能量，所以那个星座的主题就会运作的特别明显，就你的情绪或你身体的症状会跟那个星座运作的频率有关系。所以我就是每个月都有在满月的当天跟前后一天，就总共3天，每天晚上就是借由水晶排列的方式去平衡你的能量，然后所以大家就可以就是你就可以睡得比较好，或者是你的情绪早上可能被影响得很深，但你晚上的时候接收这个能量之后，你就会比较平缓，然后比
比较平静一点。大家不能在白天也平缓吗？可以啊，因为白天有时候你会遇到一些事情不是你能控制的工作或者什么遇到的人，比如说其他也被满月影响得很疯癫的主管或同事，但他们可能完全没有发现这样。所以就是大家在满月前就可以找你报名这个服务，就是关注你的 IG， 满月前几天就会开始提醒大家，就是我通常是通常我1个礼拜前就会提醒说可以私讯报名哦，然后所以就是帮助大家在这3天的期间可以比较平稳一点。但当然你接受完也不会只能维持这3天，能量运作下去它就是会延续一阵子。再来就是紫微的服务跟水晶排列的服务。水晶排列真的是没关系啊，就是随缘随缘，就是真的有被我做过个案，然后也觉得认识我这个人，然后你有想要这个服务再来做就可以。这些都是可以远距的，对不对？大家不用真的跑到你家。对，水晶的话是完全可以远距的，紫微也是可以靠视讯啦，但我会比较希望面对面。然后怎么说？为什么紫微会需要？因为我对于能量或能量疗法是有概念的。比如说我的工作室，或者是我在进行这件事的时候，就是除了在跟你讲的那些东西之外，其实还有非常多能量同时频率在运作。我的概念是你找我看完一次紫微，其实你被能量平衡完一次。就是我一直很强调意识跟能量这2个东西都要被处理到被处理到我突然发现我好像离他很远如果你面对面的话，你的能量场会很明显的感觉到你的能量有正在被平衡，但远距的话没有那么强烈，就是你有多享受到这个服务这样子。所以大家还是要来台北找你还是我就是哪天跑去什么台南度假1个礼拜，对，你可以巡回啊。我是高雄人，如果有高雄的你可以返乡的返乡投票说顺便如果有高雄的人想要那个在高雄做的话，我可以回去住家里1个礼拜，或是有一些各县市的粉丝就是来台北去珍珠法宝玩，顺便来看看我就好了如果你接近一个疗愈师觉得不太舒服，或者是不太对，即使他好像传说中算得很准，或者是让他做的个案都会大哭之类的，可是不舒服但那个东西到大哭是我有非常多个案是这样的，在正统医学走到走投无路的人，所以他们才会姑且尝试看看来做疗愈的。